其实往上爬，可能每个城市是避免不了了。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没有全面的考虑到我们的那些价值观。人文价值没有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地区就会失去了它的标志。世界各地的建筑都开始往一个方向在走的时候，每个国家开始失去了它的 identity。我身为一个建筑师，我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是李德，Oscar， 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叫我 Oscar。我出生于思乌，一个很小的城镇，在沙尔约。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很peaceful、很 friendly 的一个 environment。我叫慧婷，或者你可以叫我 Cheryl。我是一名建筑师，我在 KL 成长的，目睹着它从小镇慢慢演变成大城市。我发现到，在它演变成一个大城市过后，很多美好的东西都逐渐消失了。我们大概花了整1年的时间去找房子。这个房子是很不起眼的，它大概40年久了，所以它是一个蛮旧还有蛮老的一间房子，所以需要很多大改造。每个 husband and wife 都有他自己的 expectations。我和 Cheryl 之前在做这件屋子的时候，我们的火花应该是比普通 owners 更大，爆得更响。因为2位设计师在煮一碗汤。有很多摩擦，有很多火花。但是我觉得to the end 我们都对这个屋子都很满意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兜这一区的时候，感觉不太适合，因为那环境都很窄。但是我开车开到接近尾端路尾的时候，有一条小路看到后院，然后我就说好了，安排我们要 view 这间屋子，因为这个湖山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社区。我们不在找屋子，我们在找社区。我们看的社区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社区，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社区，这就是我们找的东西。在建这个 concrete house 之前呢，我们建了木结构的一个屋子，然后我们在木结构屋子上面开一个洞，因为潜水泥它是水状的，所以你倒走了就会往下沉。7天之后我们就开了它，变成一个模型了。有一些小细节是我们特地把它弄出来的，就好像这个凹槽，这个雨水会顺着这个凹槽一直在流，它感觉上是一个黑青。但是它在下雨的时候，它颜色会变深，故事性、时间性，同样在每个材质上，它都有自己的 character。我喜欢是因为它有故事，它有历史，它的人物，它不是全新的一个白色纸张。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久的红砖，它颜色已经开始慢慢淡化了。每一样旧的材料材质，它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texture， 所以我们不想要放弃这个屋子的原生，它是一个 base 给新的屋子来建。我们新这个 entity 进入到这个旧社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改变它，我们是要了解这个社区的，因为我们喜欢这个环境，我们才来这个地方。这个社区是一个比较 humble 的一个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一个 environment 去 create。但是我们发现这社区还有一个东西缺少，就是缺少植物，变得很硬，大家都把前面堆的车、堆的 car porch，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带一些比较 soft 的一个 environment 在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开始种了很多树。我们想融合在社区 instead of too outstanding and too hard。
我们看到建筑师都很想要表现自己的 character 啊，还是自己的一个特性。我反而是比较崇尚于建筑师只是一个 media，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摆到太前面。我们就好像一个画家，把这个城市画出来。所以，当你随便去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危害着这个社会。居家办公有它好处啊，我觉得这些员工在这里就感觉上，是一个 family， 回到一个屋子一个空间。它的天花是比较低的，我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用一个反射镜做成我们的天花。其实这旁边两幅墙是我们在原始的墙的结构上再往内再移。再建多一幅墙，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再影响到隔壁邻居的墙，所以它原本的结构墙我们不碰它。我居家门口是往后巷开，因为后巷它的潜能太大了，在前面就有一个排水沟，每当下雨它水都会升到蛮高的，所以你看到这间建筑其实我是往内收，这边的1米宽我往内收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小花园，采光。自然的空气流通，同样这里我在收一个1米宽，把它收进来的时候，我把它变成我的 circulation， 有楼梯，有走廊。在建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一个120尺长的一个地块，如果我们把它盖到满满，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tunnel。我就有一个 sentiment， 就是说，那这旧屋子的一个 character 会跑去哪里呢？所以我们就留了这中庭。我们只是把它翻新了一下，当然中庭很多时候人家也是会把它盖掉，没有雨水没有进来，但是我们就大胆的就是做了真的是开放式的一个中庭。另一方面呢，我们把那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呢，也把它放重于在厨房。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成长一个环境就是雨天嘛，我们都要往外跑，就是去淋一下雨啊。我就觉得说，小孩应该要接触这些大自然一个environment。其实做建筑嘛，做建筑我们不是 go against environment， 我们是随着这个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我们去设计一个真的适合这个环境的一个建筑。有时候科技太发达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逐渐的跟那个 environment 脱节了。我们不再是说哦，天亮了我就会自然起身，或是太阳下山了我就作息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人和天气，就是 environment 一起再 connect 回去。我很喜欢一个比较 close knit 的一个 environment， 所以在上面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小厅，也是一个小 library。在树顶上就好像一个小树屋，在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叶子上，太阳打下来它影子。开始的时候这树就没有太高，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高，已经高过我们这个建筑物。这里也变成一个很自然一个生态，小鸟开始在那里筑窝，已经是第2次了筑窝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是一个让我们自己可以更贴近一个自然的一个空间。在视觉上，也是在触感上。Maybe it's some birds that sing. Maybe it's the tree that they are sitting in. Maybe it's your hair in the wind. Maybe it's the love you share with your woman. 你要传承，你下一代的人，他们要懂得珍惜，说，其实这个 environment 不是 negative 一个 element， 是一个 positive element，take it positively。